裙摆这么长，跑路肯定很不方便。这袖子打架会不会先甩到我脸上？鞋子上的珍珠瞅着倒是挺值钱的，不确定，先抠下来看看。温嬷嬷几人赶紧上前，及时制止了乔九英的粗暴行为。温嬷嬷哭笑不得：我的小祖宗，今儿是您在人前露脸证明的好机会，可千万要忍住，不能随地大小便呀。有道理。那万一薛定谔不当人，追着我随地大小打呢？应该没可能。今日是他亲妹妹的吉吉礼，那么多宾客都在场呢。薛公子若是当众打人，岂不是给自己家招笑话？是啊，小姐，薛公子再不着调，今儿也有他们族中长辈坐镇，断不敢乱来的。乔九英被下人簇拥着来到大门外，刚在马车上坐下的霍夫人掀开车帘，看到乔九英的装扮没有乱来，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马车刚在薛家大门外停下，就引来无数宾客的目光。霍夫人带着霍芊芊率先下车，乔九英和自己的下人紧随其后，抬头就对上薛定谔那张笑眯眯的肥脸。霍大奶奶，恭迎恭迎。薛公子笑得这么欲扬先抑，不会是准备打我吧？怎么可能？我薛家失礼传家，向来以最高礼仪接待客人。那你摆这么大阵仗，不会是准备坑我吧？我有密集恐惧症，不能跟心眼子太多的人玩。今日是小妹的吉吉礼，父亲说了，来者皆是客。此前我都有得罪的地方，还望霍大奶奶见谅。待会儿敬你2杯，一醉泯恩仇，如何？这小嘴真甜，跟抹了开塞露似的。开塞露是何物啊？一种蜂蜜。薛公子若是喜欢，下次给你带。薛家对霍夫人这个二品诰命夫人丝毫不敢怠慢，派来迎接的仆妇就有好几位，已经恭候多时。霍夫人却不着急走，一双眼盯紧了乔九英和薛定谔那边，生怕这二人一言不合就在大门外掐起来。疯癫成性的霍家大奶奶对阵嚣张跋扈的薛家纨绔子，这场面很快引来八卦心四起的宾客围观。薛定谔担心看的人多了影响不好，对后面整治乔九英的计划也不利，于是扇子一开，满脸堆笑。赏脸参加小妹的吉吉礼也就罢了，还要给我送礼，霍大奶奶真是端庄得体，礼数周到。哪里，府上这么忙，薛公子还亲自出来迎接，你也是山水迢迢，善有恶报。不是，谁教你这么押韵的？公子别动气，小心中了他的圈套。的确，我不能轻易动气，只要再忍一忍，忍到吉吉礼顺利完成之后，就有这疯婆子好受的。霍大奶奶，里面请。乔九英点点头，毫不客气地抬步往前走，薛定谔就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他现在不想跟乔九英说话，只想早些完成迎客任务，然后静待妹妹及机礼。薛公子可吃过早食了？吃过了。吃的什么？鸡丝粥。啊，加鸡丝了吗？鸡丝粥，你说呢？了解。那薛公子用的是公鸡丝还是母鸡丝啊？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母鸡丝啊，那是乌母鸡还是黄母鸡啊？薛公子，你说句话，母鸡在哪儿买的？是正经家养的吗？多少钱一只？买完包不包宰杀和拔毛啊？薛定谔沉默了3秒，3秒后他跳起来撸起袖子，彻底爆发。都他娘的别拦我，我要打得他满头包，打得他嗷嗷叫。忍不了，根本忍不了，这疯婆子太欠揍了，不打他一顿简直难消心头之恨。三公子别这样。管家过来劝架，被打了满头包，最后嗷嗷叫着被小厮抬了下去。虽然没打到乔九英，但也算出了口气。薛定谔的情绪稳定了不少，但对着乔九英这张极其欠揍的脸，这会儿连一抹假笑都扯不出来了。薛三公子啊，咱们可以继续聊那只母鸡了吗？薛定谔绷着脸，拳头捏得咯吱响。薛公子啊，你要实在不喜欢这个话题，那我们也可以商量着重新换一个，比如这只母鸡是吃什么长大的，几岁下的蛋，又比如母鸡的产后护理。薛定谔气笑了，原来人在被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真的会莫名其妙笑一下。娘，您不管管他吗？大嫂也太丢人了，爹爹素来最是讲究清誉名声，霍家何时在外丢过这么大的脸？霍夫人不为所动，只是望着乔九英若有所思。到目前为止，
这疯婆子就没有一句话是犯了规矩的，然而却硬生生把薛定谔给逼疯了。看这架势，似乎还不只是薛定谔。他若是再嗡下去，身后的宾客们也快被逼疯，冲上来揍他了。以前霍夫人没太把乔九婴的疯癫当回事儿，总觉得他是意外落水，再加上后天父母长辈的管教不严，才导致他失了智，以至于说话行事口无遮拦，疯疯癫癫。可现在回想起来，乔九婴的每一次癫似乎都有迹可循，都不是无的放矢。乔九婴总能在疯癫过后达成一些目的，比如把薛定谔的黄金剑坑到手，成功把薛乔两家的矛盾转移到薛霍两家，甚至是转移到他儿子身上，逼得他不得不亲自出手对付薛家。再比如普陀寺之行，乔九婴借着清宁郡主一事发癫，趁机把他的脸都给打肿了，偏偏这个行为又解了他的围，救了霍家。他不仅不能对乔九婴说什么，事后还得把身上的银两都掏给乔九婴作为答谢。霍夫人隐隐有种预感，待会儿集集礼上，薛家是真的有人会倒大霉吃大亏。这疯婆子用疯癫来掩饰心机，降低了所有人对她的防备和警惕，实则满腹算计，睚眦必报，把得罪过她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公子今日身子不适，老奴来陪霍家大奶奶聊，如何？你很懂聊天吗？略懂一二。那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聊天对象，而不是我这种最好的。这名仆妇人称玉姑姑，其实是薛老夫人院里的。谁料才刚开口说了2句话，玉姑姑就被堵得哑口无言，败了阵。我听说霍家大奶奶才8岁就不慎落水伤了脑子，薛家不可能不知道吧？知道了还不出于人道，多多照顾客人的特殊情况，反而派名声最不好、情绪最不稳的薛三公子出来迎接。若非霍大奶奶先前反应快，被打满头包的可就是他了。薛家这不纯欺负人吗？就是，若是不欢迎，一开始就不要乱发请帖，专程去的请帖把人请来了，又当众故意针对，还动手，哎，多少是有些难看了。难不成他们家想宴请的其实只有霍夫人这位2品诰命？之所以这么针对霍大奶奶，是想让她知难而退。众夫人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霍夫人的眼神也很微妙。来了来了，我就说乔九婴不可能无缘无故在薛家大门外发癫，这不就是了？薛家都还没有把他怎么样，反而是他把薛家前来接待的公子和仆妇气得哑口无言，周围的人却像是中了蛊一样疯狂为他说话。我不知道啊，薛家上来就先捅了自己一刀。众夫人的议论声迅速传到了后院薛老夫人的耳朵里。薛老夫人听完后，气得连咳了好一阵都没缓过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意轻敌了，也开始安排薛定谔在大门外迎接霍家人，本意是想让他跟乔九婴和解，至少当着那么多宾客，面子功夫得做足，免得落人口舌，也是想先入为主，给宾客们一个薛家热情好客的初印象。李夫人喜欢红茶，你手上这壶放去那儿。霍夫人最近身子不适，不宜饮茶，换成蜂蜜水。嘿，这是何小姐喜欢的花露，就放在这桌，这些零嘴放在霍家那桌，霍大奶奶应该爱吃。陶氏手上并无任何纸稿，他只是随意的站在那儿，就对前来参加集祭礼的夫人小姐们的喜好如数家珍。原本来的就都是女眷，虽是顶不住这样的细节公式，亲眼见到陶氏的走心安排后，众人更是瞬间就把薛定谔打人的坏印象抛到了九霄云外，好感蹭蹭往上涨。饶是同样身为当家主母的霍夫人，都被他这强大的操持能力所折服。由此可见，像薛定谔和玉姑姑那样空口白话、虚头巴脑的说再多的无用，真诚才是必杀技。小九婴就被陶氏的细节杀到了，他既没有和尚念经似的烦着陶氏，也没像对玉姑姑那样张嘴就攻击性拉满，只是客气地打了声招呼，然后乖乖坐下，往嘴里塞零食。霍夫人观察到了乔九婴与先前大门外截然不同的反应，挑了挑眉，看来乔九婴是被薛家派出来的杀手锏给拿捏住了。
那头，霍夫人喝着蜂蜜水，在暗自揣摩乔九英的心思。殊不知，乔九英根本没想那么多，她只是一边嚼，一边琢磨怎么把薛家的零食打包带走。这么重要的日子，薛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激怒乔九英，让乔九英在所有人面前彻底出名的机会。最好再闹出点伤残动静来，一并连累她那宫中的好姐姐乔家月。伤残人员薛莹都定好了，正是她还未出嫁的庶女五姐薛婉。台上薛莹的及笄礼还在继续，突然有个婆子行色匆匆地跑来，附在薛老夫人耳边说了句什么。众人只见薛老夫人的脸色有片刻变白，但很快就恢复如常，交代了婆子几句，又让中断的及笄礼继续。尽管薛老夫人交代了婆子封锁消息，但终归还是纸包不住火，被下人传了出来。五小姐薛婉上吊要自杀，这个消息瞬间让官里的命妇们炸开了锅。好端端的及笄礼上有人要自杀，薛老夫人猛地站起来想控场，却又因为身子骨撑不住，再度坐了回去。她急得胸口直喘，只能用眼神示意站在她旁边的玉姑姑。请诸位夫人稍安勿躁，我们五小姐只是想在屋里挂个秋千，险些伤到自己而已。已经有下人及时发现并救下了她，如今人安然无恙，待会儿还要出来与大伙一起赏花游玩呢。有命妇提出去后院看看，否则要真在及笄礼上闹出了人命，可不是什么小事。其他夫人也纷纷附和。险恶的人心见多了，很多事都得讲究眼见为实，否则他们来观个礼，莫名其妙就掺和上了一条人命，怎么想都觉得晦气。于是众人不顾玉姑姑阻拦，起身朝着后院而去。乔九英没急着走，她下意识地先去看台上薛莹的表情，就见薛莹咬着唇，既委屈又害怕，是那种事态出乎她预料的害怕。但为了掩饰自己，他又装得分外委屈。这个表情莫名的熟悉，在哪儿见过呢？像是在一瞬间打通了任督二脉。想起来了，当年乔希云的死，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薛莹。原主8岁那年生辰，乔老夫人送了一只玳瑁猫给他，取名穗穗。某天一大早，穗穗不见了，原主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刚巧那是薛莹在乔家，是他跑来告诉的原主，穗穗在乔希云那儿。原主找过去时，看到乔希云在荷塘边抱着玳瑁猫，慌慌张张不知道要去哪儿，猛地撞到原主。乔希云吓得手脚发软，怀中已经死透的穗穗就这么直挺挺地摔到地上。原主当场炸了。乔希云被原主吓哭，哆哆嗦嗦地解释着不是他害死的穗穗，他只是出来时看到穗穗躺在他院门口抽搐，把他抱了起来，要去归还给原主。可没想到才走到半路，穗穗就咽气了。原主根本不信这套说辞，生气的大声嚷嚷着要乔希云赔他的猫。乔希云只是个小庶女，根本不敢顶撞原主这个得宠嫡女，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掉眼泪。她越哭，原主越生气，把穗穗的尸体抱起来就要去找老夫人做主。乔希云害怕老夫人出面，眼泪掉得更凶，紧紧拽着原主的袖子求她要给她下跪赔罪。谁料她这一拉扯，导致原主没站稳，脚下踩空，身子往后仰。乔希云没想到会生变故，当即吓得小脸发白，匆忙伸手去抓原主。结果便是乔希云不仅没能把原主拉回来，自己还跟着掉进了荷塘。乔希云根本不会浮水，在荷塘里扑腾两下就沉了下去。等府中婆子赶到把人救出来时，乔希云已经彻底断了气。乔老夫人勃然大怒，质问原主怎么回事。原主当时只是个8岁小女孩，哪怕平日里再嚣张，碰到这种事也会怕，整个人都吓傻了，脑子里乱成一团，她全身都在抖，声音颤得不行。乔乔莫怕，你好好跟祖母说，你二姐是如何落的水。原主还没开口，薛莹率先站了出来，脸上的表情错综复杂，害怕、自责和委屈都有。她红着眼眶，声音带着哭腔：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告诉3小姐，穗穗在2小姐手上，那样3小姐就不会去找2小姐的麻烦了。薛莹这话一出，
原本心软下来的乔老夫人立马又变了脸色，忙追问她前因后果。薛莹边哭边说，她只是听闻三小姐的猫不见了，找了一早上，又恰好看到二小姐抱着那只猫，这才好心去告知的三小姐。她没想到三小姐会跟二小姐在河塘边拉扯起来，这番话含糊其辞，并没有直说。原主把乔希云推下了水，可引导性很强，以至于所有人听完后都先入为主的认为是原主干的。原主错失了最佳的解释机会，再站出来澄清，已经没有人肯信他。那个时候薛莹的表情就跟今日吉吉里上的一模一样，玩脱了，导致事情失控闹大，但又觉得自己很无辜很委屈。原主只是被宠坏，性子骄纵了些，后期还有调教引导的余地。然而薛莹清纯可人的外表下却是个天生的坏种，纯坏。乔九英回忆完，只觉得胸口发闷，堵得慌。霍大奶奶，你不跟去后院看看吗？不去了，我不喜欢看上吊。那你喜欢看什么？我喜欢看人死到临头还在狡辩。霍芊芊竟然秒懂了乔九英的谐音梗，于是原本已经站起来的她鬼使神差的又重新坐了回来。命妇们没去多久就放心折返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先前被传上吊引起骚乱导致吉吉里中断的五小姐薛婉。场上没有专门给薛婉设席位，她好巧不巧地站在了乔九英旁边，似乎有些不敢看台上的薛莹。薛婉的脑袋垂得很低，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袖，看不清脸上表情。当着客人的面，薛老夫人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暗暗瞪了薛婉一眼，然后陪着笑脸再一次跟众人解释只是误会一场。大嫂，你说薛家五小姐刚才为什么要故意演一出上吊的戏码？因为她善。霍芊芊没听懂。接下来的流程再也没有意外发生，薛莹的及笄礼总算在众世家夫人的见证下完成了。上次撞衫那件事是我不对，难得霍大奶奶肯赏脸光临薛家，那我今日便厚颜当着客人们的面给霍大奶奶赔个不是了。来了来了，陈年老绿茶来了。1个多月前的事，特地放到自己的大日子这天，当着所有人的面道歉。六小姐这1个多月肯定很难过，肯定是承受了很多的心理压力，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肯定还偷偷掉了很多眼泪。你听我的，难过的时候不要想七想八，多想想1、2、3、4、5、6、9。乔九英的话后半段虽然有些颠，但前半段世家夫人们都听懂了，合着这是1个多月前的事儿了。薛六小姐，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我要真有隐情，薛六小姐但说无妨。今日这么多人在场，总有人能为你做主。是啊，小六，1个多月前到底发生了何事？怎的之前从未听你提起过？薛莹似乎是这时才调整好了情绪，缓缓抬头，眼眶里流露出一抹坚韧和倔强。母亲，日头逐渐燥了，喝口蜂蜜水润润喉。这疯婆子是疯了吗？明知道薛莹接下来的话会对霍乔两家不利，她竟然还能坐得住。乔九英没理会霍夫人急得快要屁股冒火的眼神，只是笑看着薛莹。薛小姐，不必理会其他人，你只管放心大胆地说，剩下的交给报应。又是熟悉的疯癫言论，在大门外就见识过乔九英本性的世家夫人们见怪不怪。薛小姐，很难开口吗？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也没什么事，只是我之前做了件和好姐妹乔家月一样的衣裳，可我当时只是怕她嫁到霍家后，我们姐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小聚，这才想着与她穿一样的衣服，算作我们姐妹一场的留念。可我哪里想到，那衣服竟是她为入宫选秀准备的。薛六小姐刚刚说谁要嫁入霍家？她的新娘服还是我帮着定下的款式，只是没想到世事难料，月姐姐竟然一转头入了深宫。薛莹竟然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捅了出来。不是这样的，大嫂，你说句话呀，现在该怎么办？乔家长女入宫前竟然有过婚约？不对啊，宫中派人前往各地初选的时候，是会先调查秀女家世背景的。按理说，如果有婚约，初选就过不了。那乔家长女是如何蒙混过关的？
总不能是参加了初选再有的婚约吧？这完全没可能，报了名参加选秀，再跟外男有婚约，这可是欺君之罪啊！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小六，你说的可都是真的？薛小姐不敢说，那我来给她作证。我证明，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我长姐乔家月的确险些嫁入霍家，而且险些娶她的是霍家二公子，也就是我如今的小叔子霍寻。乔九英，可你们知道为何最后成亲的是我和霍家大爷吗？霍大奶奶能把话说得具体一些吗？因为我和霍大公子在赌坊赌输了，互相把自己的长姐二弟抵押给了对方。众人直接被他的话给镇住了。我和霍随当初只是一时上头意气用事，结果回家后就各自挨了一顿胖揍。我爹怕影响家族声誉，将来对我长姐不利，霍家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霍老爷没多久就让霍夫人找媒人上门提亲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诸位若是不信，我和霍随当初立下的字据今日刚巧带了，就在我婆母手上。乔九英说着，目光转向霍夫人。母亲，让今日的主人翁薛小姐先看吧。大哥和大嫂何时立下过字据？霍夫人却是瞬间明白过来，乔九英绕了那么一大圈，就是为了等在这儿，要他顺理成章地把饼送到薛家人面前。霍夫人暗暗庆幸，那些证据他都做了拓印，有备份，就算薛家待会儿不要脸，当众撕毁也无济于事。乔九英一脸从容的模样，看得薛老夫人眼皮突突直跳，心中预感也不妙。她年轻时候就无数次在死对头乔老夫人手上吃过亏，到现在一把年纪了，若是今日还栽在那老霍的孙女手上，让她老脸往哪搁？祖母放心吧，就算霍家有备而来，那也只是临时伪造出来的证据，翻不起风浪的。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霍夫人站起身，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纸递给了薛莹。薛莹原本只是想看看乔九英死到临头还能翻出什么花样，可仅仅是随意的一瞥，就让她呼吸停滞，脊背发凉。薛老夫人就站在薛莹旁边，眼皮一耷拉，也看清了那张所谓的字据，上面压根不是乔九英和霍随互相抵押堂姐兄弟的协约，而是罪证，是薛家受贿，为了让银子见光，开地下钱庄洗钱的罪证。薛老夫人眼前一黑，本就不太硬朗的身子骨颤颤巍巍，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薛莹更是满心的难以置信，可为了不让旁人看出端倪，她只能轻咬着唇，尽量让自己保持着冷静。霍夫人敏锐察觉到了这对祖孙的表情变化，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得体假笑。唉，我这继子儿媳太过顽皮，捅了个大篓子，但好在没伤及旁人。我也是为了防止有心之人添油加醋，在外乱嚼舌根，辱我霍乔两家清誉，这才不得已将他俩的字据随身携带。薛小姐觉得呢？这是危险。乔九英果然不一样了，竟然学会了联合她婆母来威胁薛家，是我轻敌了。我还想说呢，乔美人怎可能在入宫前有过婚约？原来只是误会一场。我家小六心思单纯，想来她也是不知全貌，一时误会。好在今日到场的诸位夫人都是通情达理的，没闹出什么乌龙。这份字据，老身想后言向霍夫人讨来保管，往后谁再敢乱传乔美人的谣言，我薛家第一个不同意。不知霍夫人意下如何？在老夫人跟前，我只是个小辈，为人处事到底是不够面面俱到。您若是愿意出面为霍乔两家证明，那晚辈自然是感激不尽。薛老夫人一听他如此爽快，便知这证据不止一份，心顿时又往下沉了一截。算计人没成，还把自家给搭了进去，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他气得心头呕血。至此，霍夫人一直担忧的那件事彻底化解，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她感觉自己从头到脚松快了不少，再看乔九英都觉得顺眼了。站在他们旁边的薛婉还是头一次见到薛莹算计人，
结果踢到了铁板上，伤敌1000，自损1200。看了眼薛莹哑巴吃黄连的表情，再看看坐在那儿闷头只顾吃的乔九婴，薛婉若有所思。若是能结交这位霍大奶奶就好了。被薛婉惦记的霍大奶奶已经把陶氏2次给她添的零嘴搂走，跟着众夫人吃席去了。原来大嫂当初是在这么不情不愿的前提下嫁给我大哥的。那你原本想嫁的人是谁啊？小时候我幻想过，将来要嫁给一个超级有钱的富豪。长大后呢？长大后想让富豪揍我一顿，然后赔我点钱。再然后呢？再然后我嫁了一个啥也不是的夫君，陪他挨了顿揍，还在寺庙饿了3天。虽然精神上变得贫瘠，但物质上也毫不充裕，可谓是两败俱伤。从薛家回来后，霍夫人对乔九婴的态度有了些许转变。之前是按府上规矩，月钱、香料、脂粉、布匹、吃食等照份例给婉香居。最近霍夫人自掏腰包，不仅单独给婉香居加餐，还给乔九婴打了一套足金首饰。乔九婴欢喜的照单全收。看来你和咱继母的关系处得不错。谁让咱继母懂我呢？纯爱打动不了我，但是纯金可以。看来纯金不仅能打动他，还能让他两眼冒光啊。大爷，明儿的考试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吗？明天考试。月考，前2日吃饭的时候你提起过。是吗？时间过得真快。嗨，我不记仇，你下次说的时候大声一点。见霍随沉默下来，乔九婴不禁反思，自己忽略这个便宜夫君太久了。那什么，你考试需要我做什么吗？谱一点没关系，谱太多就算了。倒是真的有事情请你帮忙，姐姐和外甥明日要入京了，你去帮我接一下，旁人我不放心。霍随的嫡亲姐姐霍宁玉，乔九婴没见过，对她也知之甚少，只是从霍随的奶娘方姑姑口中得知，霍宁玉当年不远千里从京都嫁去了蜀地。方姑姑没敢说，当年若非老爷心软下来，备了丰厚的嫁妆，跟着大姑奶奶走，大姑奶奶和那位没见过面的大姑爷就要被定性为私奔了。前去接霍宁玉回京的下人来信，说一早入京。乔九婴便起了个大早，洗漱过后吃了早饭，被锦心搀扶着上了马车。今日没带温嬷嬷，带的是霍随的奶娘方姑姑。方姑姑是霍家老人，认得霍宁玉。路上，乔九婴回想起霍随昨天说一同来的还有外甥。那位表少爷多大了？方姑姑还没答话，马车突然一个急刹，停了下来。怎么回事？车夫也不清楚，急忙下去查看。不多会儿，他折返回来，说前方出了点意外，通往城门口的路被堵了，眼下要么等，要么只能绕道。若是绕道，那就得多出一半的路程。方姑姑看了眼乔九婴，只见他捂着后脑勺坐在那儿，显然是先前撞得不轻。前方到底出了什么意外？能帮忙吗？好像是有个孩子迷了路，恰逢肃国公世子路过，被小孩给缠上了。先天吃瓜盛体的乔九婴一听，顿时来了兴致，3两下掀开车帘子，都不等车夫拿脚蹬垫着，他直接就蹦了下来，然后脚步匆匆朝着人多的地方而去。来，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儿。众人一听这死动静，纷纷转过身，回过头，刹那间，无数双眼睛齐刷刷落在乔九婴身上。诸位，当你们用震惊、怀疑、好奇、探究的眼神看向我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我说的全是废话。小娃，你是哪家的？我是我娘亲家的。你娘亲是谁？等你以后小了就知道了。江世子，这小娃娃真的不是您的私生子吗？围观的百姓越看越像，有人忍不住高声发问。蒋岭州没搭理。长生，娘亲，以后不可以再到处乱跑了，听到了没？娘亲，那里有个人跟我长得好像，他也是娘亲的宝宝吗？霍宁玉很疑惑，却在抬头看清江令州的模样时瞬间怔住。当年他的确是爱上了一个书生，可就在书生准备来霍家提亲的前一晚，他休养身子的庄子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身着夜行衣，浑身是伤。霍宁玉出于好心，仔细为他包扎了伤口，却没料到男人不仅受了伤，还中了药。起初尚有理智的时候，男人还能通过手撕伤口的方式让疼痛保持清醒。渐渐的，欲火烧旺，他整个人陷入了混沌，
一把将霍宁玉抱入怀里，抚唇便狠狠吻了上去。这一夜过后，霍宁玉便深知自己与书生再无可能，他不得已传了信，说了好些绝情的话，要与书生决裂。可奇怪的是，书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回信，更是从此杳无音信。不久后，霍宁玉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他不敢继续待在京都城，怕连累父亲，更怕败坏了霍家名声，于是开始闹绝食，说什么也要嫁去蜀地。他想借此机会彻底离开京都，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放着那么多门当户对的世家子不嫁，要去嫁个连霍家门都不敢登的穷书生，霍老爷被他气了个半死，但有霍夫人从中掺和，霍老爷最终还是心软下来，为他配了嫁妆，体面从京都出城。至此，所有人都以为霍宁玉远嫁去了蜀地，包括霍随。霍宁玉的确去了蜀地，但实际上他只是找了个能安心休养的地儿安顿下来。他从小身子骨就弱，大夫不建议滑胎，这个孩子只能生，生产时伤了身子，落下病根是真的。但书生在他怀着身孕出意外死了，公婆伤心欲绝，相继离世的那些话是他编造出来的，为的就是让远在京都的父亲安心。本以为在蜀地待了4年，他早已成功渡上远嫁女的身份，再回京都不会引人怀疑。怎料刚到第1天，儿子就跟这个人碰上了。霍宁玉心底恨意翻涌，手上动作却十分轻柔，在小长生脑袋上揉了揉。乖，娘亲没有这么大的儿子，应该是孙子辈的。当了20年淑女，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将心底怨气发泄出来。霍宁玉觉得全身舒畅，牵着儿子回了马车上。一旁的方姑姑眼珠子都快惊掉下来，这个和江世子长着同一张脸的小家伙，竟然是大姑奶奶的儿子。乔九英一脸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看看小家伙，又看看江令洲。3秒后 CPU 成功被干烧。随着霍宁玉和陆长生的离开，先前围得水泄不通的百姓逐渐散去。乔九英追了2条街才追上霍宁玉的马车。霍宁玉没见过乔九英，因此在他的视角里，现在是被一个陌生女子拦了去路。乔九英为了给这位姑姐留下个最完美的初印象，还特地在脑子里排练了好几遍。怎料这精装的脑子和毛坯的嘴没配合上。他原本想说的是姐姐好，我是霍随刚过门的媳妇儿，这是给外甥的礼物，结果一张口就变成了姐姐好，我是霍门刚过的媳妇儿，这是给外甥的遗物。方姑姑实在是绷不住了，憋着笑走过来。哎呦，看把我们大奶奶给紧张的。霍宁玉认出了方姑姑的声音，紧绷的面色才松缓下来。方姑姑，大姑奶奶可算是回来了。方姑姑走到车窗外，对着霍宁玉行了个礼，言语间颇多感慨，说着又给霍宁玉介绍，这位是大奶奶，大爷刚过门的新婚妻子。乔九英终于找到机会自我介绍，荣安伯府乔九英。这么一说，霍宁玉反应过来了，这个弟妹先前应该是准备自我介绍，给长生送见面礼来着，结果嘴瓢闹了乌龙。